所以呢，美国海军是不太可能，也不太需要放弃航空母舰的战术。但这有一条，你不要想来和中国较劲，更不要来挑战中国的耐心。中国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4月21号啊，中国的官方媒体放出了一段视频，显示055型的驱逐舰呢，从它的垂直发射单元发射了一枚神秘的新型导弹。对于这发导弹呢，国外媒体的猜测多种多样，多数猜测都集中在反舰弹道导弹上。国内很多的媒体也是这样认为的，因为中国航天空客集团呢，已经在珠海航展上公开展示了 CM401 反舰弹道导弹。这一枚导弹起飞后不久的就立刻大角度的转弯，向着几乎平行于地面的方向飞远了。所以有些人也认为啊，这可能是一种超远程的防空导弹。用巨型战舰装备重型导弹，从超远的距离外打击美国的航空母舰战斗群，这种想法首先是苏联人想出来的。他们曾经提出了很多反航母的方案，包括刚刚沉没的光荣级巡洋舰莫斯科号。苏联时代的海军的终极武器是什么呢？是基洛夫级的超级巡洋舰。它的5艘战舰还没有完全建完，苏联就解体了。前4艘舰啊勉强服役，5号舰取消。俄罗斯海军呢非常重视这4艘舰，把它们列为海军最强大的武力之一。遗憾的是啊，这4艘排水量28000多吨的战舰，从服役一开始就已经落后于时代了。虽然看起来威风凛凛了，但是北约国家从来没有把它们当作真正的威胁。但是中国海军的发展却让美国如芒在背。虽然中国的军费开支一直控制在非常有限的比例上，分配给中国海军的年度军费也比较有限，但是中国海军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和战斗力成长的速度却让美国人很是担心。特别是中国的反航母技术和战术虽然那都是被美国人逼出来的，那是切切实实的让美国人后背发凉。国际公认中国有能力用陆地发射的反舰弹道导弹摧毁美国的航空母舰战斗群，就算不一定把航母的舰身打沉，但破坏航母的飞行甲板，击毁甲板上的舰载机，让它失去战斗力，还是可以做到的。但是呢，陆基导弹有自己的限制，它必须在陆地上发射，机动发射的范围还是有很大限制的。空中也可以发射反舰弹道导弹，让打击范围有了大幅度的扩展，但是空中发射平台在持续打击的时限上也是有限制的，因为飞机不可能无限制在天上的飞。如果把反舰弹道导弹搭载到055这样的大型水面舰艇上，搭载在潜艇上，那解放军的反航母能力就又上了一个新台阶了。055呢是一种排水量超过1万吨的大型战舰，在国外已经可以排进巡洋舰的门类当中了。它可以在海上长时间的航行，本身也具有强大的防空反潜能力，任何反舰手段都很难对它形成致命的威胁。055型如果确实携带了反舰弹道导弹，就能够对美军的航母战斗群形成一个大范围的拒止进入区域。不要说第1岛链之内，哪怕是第2岛链之内，美国海军恐怕也没有什么真正的行动自由可言了。这对于依靠制海权的实现全球霸权的美国来说，几乎是最可怕的噩梦了。其实呢，中国反舰能力陆海空3位一体化，并不意味着美军的航空母舰的末日就到来了。那他在对付诸多的弱小国家的时候，包括尼米兹级、福特级在内的超级航母战斗群，还是能够发挥出强大的威慑力的。一个航空母舰战斗群的作战能力如果全部都搭载 F-35隐形战斗机的话，那它所具有的战斗力比绝大多数国家全部的国防力都要强大。所以呢，美国海军是不太可能，也不太需要放弃航空母舰的战术。但这有一条，你不要想来和中国较劲，更不要来挑战中国的耐心。中国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好，这期话题就说到这里。